蘑菇。哎，超哥，来了！好大的一个蘑菇，好吃吗？别动！不能吃，这有毒的。毒蘑菇，对，吃了会怎样？吃了会见小人。你今天吃它，明天我们全部人吃席。啊！我是来吃火锅的，怎么感觉要豁出命去了？拜。可是我好饿啊，超哥。一口锅，一煲汤，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国家吃出千百种花样。火锅有历史，有民族文化，但它最神奇的是可以容下各种食材，把天南地北的人聚到一桌上。它的魅力甚至成为了城市的标志。这一次就让我出发去探索各地的火锅。在新加坡等我围炉开吃的朋友，准备好听故事。中国云南，我来啦！说到吃，云南人的味觉宇宙和组合绝对刷新认知。吃鱼不吃冷冻鱼，赌命是用野生菌，很香哎。水果当火锅底料，哇，用石头做锅，草帽当盖。很多时候，当我还在怀疑那些食材能不能吃，他们却已经在烦恼怎么做才香。对比新加坡多元文化碰撞出来的美食，云南菜根本就是一场深山老林的冒险。虽然云南火锅在新加坡不普遍，但懂吃的人绝对找到门路。俗话说，3个 DJ 等于1个巴沙。今天我们围炉开吃，来到巴沙。哎，第一次看到这样美的巴沙。对，这样介绍一下，今天跟我一起吃火锅的是来自 Yes 933的起家，还有坤华，难得，哎呦，真的，我们同桌吃饭呢。上次同桌吃饭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而且今天带2位去到云南吃火锅。哎，先问一下2位，对于这个云南有没有自己的旅行的经验？我没有去过云南，可是我超想去，因为第一，我的那个姐姐跟姐夫住在北京，他们就跟我说，他们去过的这么多城市，最爱的就是云南丽江。然后第二，当然就是看过去有风的地方，是爱那个刘亦菲跟李现的朋友，就会对云南，尤其是大理有一个情愫嘛，跟一个幻想，很想要去。就是因为这部戏，然后就跟了一票朋友一起到了云南，去了丽江，去了香格里拉、大理、沙溪古镇，非常喜欢，我很想再回去。这次我去了大理，而且季节是7月份，7月份的大理就是那个菌子刚刚成熟的季节。哎，可是7月份不是夏天，可是雨季吗？对，雨后这个蘑菇就钻出来，最新鲜的时候。对，所以今天我们一边吃火锅，一边了解蘑菇的知识。围炉开吃不只是边吃边聊，还要一路解锁火锅知识。2位嘉宾将通过5轮游戏分胜负，接受最终的奖励和惩罚。其实蘑菇是世界之最，你们猜是哪2罪？最毒，最毒是妇人心。Yes， 但我想另外一个最多种类呢，基本差不多，种类繁多。不光是种类繁多，而且也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植物的族群。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个菌类火锅。哎，你该不会考我们吧？这个是什么菌？这个是什么菇？真的。来，有请菇菇上桌。来，食材上桌了，这6样等一下都是我们要吃到肚子里的。哇！等一下，这个是鸡排吧？炸鸡对不对？对啊，我一看就知道炸鸡。拿错了吧？虽然它不是鸡，但是有一些这个菌类真的有鸡的鲜味。好，请你们把正确的字卡放在你们认为对的菌类旁边。OK， 对。假如我放不对，就不准吃火锅了，是不是？今天是有分数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在游戏里面会拿到1分或者失去1分，最终我们看谁是最
最后的得分赢家。然后赢家的奖品是什么？赢家可以飞去云南。为了这个，我的战斗力已经提升了。来，3、2、1，你们就把你们的觉得对的摆在。黑牛杆菌，这一定是放黑色的。我 try 这个鹿茸啊，要面向鹿茸。好，现在揭晓答案，我就会把那个不对的那张卡拿走。哦 ，OK。然后呢，回到他的手上。对，我很确定，我至少这一题答对。来，先从这个开始。哎，这个菌类呢，顾名思义是金耳，所以来，请拿回。哦，我对了吗？对。来，第2样，好，这个呢，当然就是绣球。哇，它就很像绣球啊，绣球花。也是哎。来，第3样，哈，2位的答案出奇的一致，要特别的恭喜2位都答错了。明明就是黑色。来，不对吗？这样呢，最终的结果就是它是鸡松茸。来，现在到这里了，这个是中华的。OK， 好。我们现在平手哎，一题定胜负哎。黑皮鸡粽还是金耳？金耳一定错，因为金耳是这金耳个。对了。所以我对吗？特别的恭喜坤华，也是错的。用半斤八两啊！这个是黑皮鸡粽，黑皮鸡粽在当地是做小菜，然后配那个面吃，很好吃。这个黑牛肝菌在新加坡价格不便宜但是在云南，如果7月份去的话，那个价格就跟白菜一样。所以我在云南吃了很多黑牛肝菌因为量很多，很好吃，而且也是当地人最普遍吃的一种菌类。至少2位在这一轮的比赛应该是1比1打成平手，都各自答对2比1。哎，俗话说得好，上有天堂，下有云南，对不对？你看这个小烟有一点那种来到天庭的感觉，有很漂亮，而且仙气飘飘。我们要从何吃起啊？也太多美食了吧，料很多哎。既然菌菇火锅，当然先下菌菇。OK， 来，全部吗？每样都放一点。OK， 好。因为这个汤已经是这个山野菌菇汤，已经有一些熬煮的时辰在里面了。然后再放这些呢，吃的就是一个鲜味跟脆爽的感觉。是。哎，说时迟那时快，差不多可以喝了。来，让我帮大家盛汤。来，没事，让晚辈来嘛。让我来，我就是晚辈。你确定？哥，别跟我讲。林轩哥，你确定？他的碗是这个碗的碗吗？晚辈。来，先试一下汤。来，谢谢。我看它的菌类跟菇都很特别，就新加坡都没有看过，所以是我们这里买得到的。基本上都是从云南空运过来的。哇，很正宗就对了。试试看汤啊。哇，好喝！等一下，什么干嘛？喜佳，这可能是你这一辈子喝过最鲜的一口汤，真的。你要记住今天。好。好甜，好鲜甜哦。有没有？很香哎。我在云南已经喝了，可是我回到新加坡再喝，还是有那种一拳击中你的感觉。对，而且还有一种滋补，就是瞬间你喝了一口之后，你就觉得你的那个 level up 了很多，你知道吗？我们可以吃了吗？哎。一边吃一边看一看这些菌子是怎么不容易采摘出来的，请看 VCR。我现在人在中国云南的大理，每逢农历的7、8月份呢，是云南野生菌子成熟的季节。我要跟随当地人超哥上山采摘野生菌子。哎，超哥，我们该往哪儿走啊？这边。好，走。好，跟着我走。好。超哥，我们现在走了大概多少？100米。咱们这个蘑菇其实也可以买，对吧，超哥？对。好累啊！要寻找野生的菌子不是那么容易的。所谓野生，就是人迹罕至的地方，所以我们必须要不走寻常路，寻找散落在田间地野里的野生菌子。哎，超哥，哎，这个蘑菇还挺完整的。对，但是它有毒，是不能吃的。你怎么区分它有毒没毒啊？它的颜色，它上面这些斑点都不正常，很怪异。其实我看起来就很可爱的一株小的植物嘛，哈。对。但是超哥，我想问，如果你们在山里面看到毒蘑菇的话，你们会把它拔掉，就以防不懂的人误以为它是可以吃的蘑菇？
会也会。日行一善的朋友们，直接连根拔起，对，扔掉吧，不咬人吧？你不咬人，真的啊？对，它植物怎么咬人？是毒蘑菇，我很害怕。没事。哇，对，人生踩到的第一株。快点，小心滑。超哥，哇，这有一个哎，你太厉害了，发现了很漂亮的一朵哎。哎，你说漂亮，它是毒的还是可以吃的？可以吃的，这个没毒。哦。哎，超哥，这个蘑菇哦是无毒的。然后我们刚刚看到一朵是有毒的，对。那如果人吃了有毒的蘑菇，会有什么危险吗？轻的它会呕吐、肠胃不舒服，然后更严重的就是会产生幻觉。啊？那如果人吃了有毒的蘑菇，会有什么危险吗？轻的它会呕吐、肠胃不舒服，然后更严重的就是会产生幻觉，所谓的看见小人。看见小人？对，然后要尽快去洗胃，要不然很危险的。这个可以碰吗？可以，这是可以摘的。比较轻一点，先把草拿开，轻轻的把它露出来，然后找到它的脚。超哥，你对这个蘑菇哦，好像对待家人一样，很温柔哎。对，那必须的，它是大自然的馈赠，很珍贵的。它这是有个菌窝的，你给它破坏了，它可能就废了，以后再也长不出来菌子了。哦，这个还可能再长，还会长。好，对，明年见，明年见。好。哎，林轩，我们到了。哎，这真的有很多菌子哎。对，好，那林轩你在这边选，我到前面去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品种。好，我们一会儿见啊。好。哎呀，超哥走了，这么多菌子，我该选哪一种啊？买这种啊？这个青头菌，吃起来口感是滑滑的。姐姐，你别骗我，这个明显是发霉了嘛。不是。姐，我是吃火锅哎，青头菌可以吗？火锅可以。好，我就拿一点青头菌，少一点。好。然后你吃火锅的话要配鸡枞。鸡枞，这个是鸡枞菌，可是这个鸡枞菌哦，有的骨朵很大，有的骨朵很小哎。要小一点的好。小骨朵。就是宝宝见手青了，越吃越年轻了。见手青，越吃越年轻，真的假的？真的。你看，这个就是切开的一个见手青，在这边已经慢慢的变成青色了。哎，这个是什么？鸡油菌。哦，这个叫鸡油菌。鸡油菌是怎么个吃法？炒也行，煮也行。那我吃火锅也是可以用这个？可以，你就买一点。好，我们各种火锅食材都买一点，然后去找超哥，回家准备菌子火锅。哎，超哥，哎，来，都准备好了，把这个马甲穿上。这是什么？这是咱们傣族特色的扎染。扎染的马甲，穿上看，很帅气。扎染，可以吗？可以吗？非常棒。哎，坐，来。在其他火锅店吃火锅啊，是穿这个围裙；在超哥这边是穿马甲哈。超哥呢就希望你穿上咱们傣族特色的扎染马甲，然后配上咱们的扎染桌布，哎呦，品尝最地道的小鸡对蘑菇，最地道的野生菌鸡汤。对。哎，菌子方面哈，这个是鸡枞菌，对，这个是牛肝菌，对，那个是红剑手菌，对，这个是白剑手，对，这个是红葱菌。对，那我们现在放可以吗？对，可以开煮了，一样下一点，各种味道都尝一下。再下一点红葱菌、白剑手，盖上盖子。然后我来摁一下时间计时。啊？为什么还要计时啊，超哥？你猜猜看呢？我去拿点东西，你可不能偷吃哦。20分钟。你们猜为什么？为什么吃这个云南火锅啊要计时20分钟？
你懂不懂呢？陈启佳，就是要让食物熟啊，吃了不会肚子痛。哎，这么简单吗也不是这么讲。吃火锅其实有一个火候，只要锅这个煮滚了，食物飘起来就可以吃了。但为什么是20分钟计时呢？你一副了然于心的样子。因为毕竟呢，我是有去过云南的哈，所以或多或少呢都有学到一点点。OK， 那我先听一听你的答案，参考一下，再做出正确的你不要答案。考虑我，对你先吧，你先吧。可能就是要有一个仪式感吧，仪式就是感火锅叫围炉，对不对？我们除了要吃，就是要培养感情。对所以等食物从不熟到熟，我们的感情也要从不熟到熟，所以我们要放在20分钟，很有仪式感的，真的是跟食物一样会掰耶。对，然后培养感情。那为什么我对我的答案很有自信。所以你的答案就是要一些时间，让这个气氛慢慢的热起来。没错，就煮熟的不光是食材，也包括了关系跟人情，这是很女生的想法。是。来，坤华的答案。我之前去云南旅行的时候呢，刚刚有吃到那个菌锅，嗯然后那边的服务员是说呢，因为很多的那个菌呢是有毒的，如果呢你没有消除掉那个毒素的话呢，你就会见到小人。所以你要消除到那个毒素的话呢，你就要把那个菇煮熟，然后20分钟打底部分。哦，所以坤华的关键词是消毒，消毒很重要。这边呢是感情，哎，是没错。哎，到底谁对谁错呢？我们请看 VCR。明轩，你没有偷吃吧？超哥，你连碗筷都没拿给我，怎么偷吃啊？我还没想出答案呢，到底为什么要计时20分钟啊？我不给你碗筷是有原因的哦，因为这个剑手青必须要煮够20分钟，要不然时间不够的话，吃了会中毒的。那跟碗筷的关系是？我不给你碗筷，你怎么吃啊？哦，知道了吧？我还以为这白族人没有待客之道，原来是为了客人的安全着想啊。对呀。哎，时间到了，可以吃了，超哥。好，来，哇！好香呀！非常新鲜的菌子火锅，对，来试试看。这个是黄牛肝菌，试一下。是吧？牛肝菌的口感啊，非常的松软，加上那个鸡汤味已经很好的融在里面了。来，再试一试其他的。哎，这个黑色的，这个是剑手青了吧？对。剑手青有点害怕了，如果没有煮够20分钟的话，哈，真的会有各种危险的后果。不过我们都煮够了，应该没问题。没问题，放心吃吧。哇，这个更好吃吧？大家看，好嫩啊！可以这样用手直接把它撕开。对，软糯 Q 弹。相较之前的牛肝菌啊，这个多了一点纤维，还有一种嚼劲的脆爽的感觉。来吃。来，多吃点。你可能可以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吃到所谓的菌子火锅，但是上山亲手采菌子，再把采来的菌子亲手放进锅里，可能只有在云南大理才可以找到这样的机会。因为有上山采菌子的这样的体验，我才觉得这个菌子不仅仅只是一道食材，而仿佛有了生命，甚至一些文化的传承。这样的菌子非常新鲜，从原产地到锅里面只要不到1-2个小时。真正好的食材，吃的往往就是一个鲜字。哦，要不要去？要。有些让我真的流口水哎，真的。我们这边怎么没有那个什么剑手青？哎，现在就捞给你啊，有啊 ，OK 好。没有啦，我们都没有煮够20分钟，怎么敢给你吃？来试一试这个，试一试这个。是啊，谢谢。剑手青啊，其实真的那个纤维是蛮丰富的，而且我真的采到，然后那个超哥当场切给我看，差不多短25-30秒，对，清了。它其实是一个氧化的原因。哎，你知道吗？我在云南吃那个菌锅的时候呢，还遇到了一件事情，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他们会封锅，因为要计算时间嘛，所以他会封锅，然后跟大家说不要去碰这样子。对。然后呢，时间一到之后呢，滴，他们就揭开嘛，揭开完之后呢，他还会拿里面的一部分的汤跟那个菌放在一个小盒子里面收起来，然后有写上时间。就如果客人吃了有什么，那个就是证据，可以拿去试验。对。哦，哇，哎，这样安全第一耶，在那边吃火锅不会担心就是有任何的状况。对，令人安心。而且以往他们会用那个银去试，你说银针吗？银针也像古装，真的那种。现在帮皇帝试现在你可能要去一些比较传统的火锅店，但以往真的是用银器去试那个。哇！试一试这个菇类。哇，真的是很鲜甜，很美味的。
OK， 所以我们还要统计一下现在的比分啊。第一局1-1打平，第二局昆华获胜，所以暂时领先2-1。耶，我可以去云南了。没关系，我会后来追上的，请把这个机会让给还没有去过云南的我。这个领先啊，只是一回事你再领先也不如云南的食物鲜我这一次吃到一个很鲜的火锅，叫做现冲火锅。现冲啊？你说那种现冲饮料的现冲吗？可能喝过现冲咖啡，现冲泡泡茶，现冲火锅的冲这个字就很难写它大概是这样的写法。你们猜一猜现冲火锅呢是什么意思？你们听名字，你猜。现冲火锅，对，是不是好像就是那种即溶咖啡店买回家，然后放进去？OK， 我猜它的会不会是汤底呢？是很像我们爹打肉一样，你要这样冲泡的你要拉茶这样子。好了，揭晓答案了。好吧，这个冲就是打的意思，把一个食材放在一起，然后砸碎，把那个香味完全融合在一起，有点像那种手打柠檬茶，手打的感觉，那个就是冲，然后再把它放进锅里面煮出那个汤的滋味来。哇，那是打什么呢？打食材？打什么呢？打什么？小人吗？打什么？有请道具卡。我手上有10种食材，嘉宾要从中选出属于现冲火锅底料的食材，每人只能选5样，猜中最多的就是赢家。来，第1样百香果，应该不会吧？都不要啊？这是酸甜哎，对啊，配火锅吧？没事，来，第2样灯笼椒 ，OK， 我先拿。OK， 好，给你。第3样山苦瓜 ，OK， 好，这个我拿。又苦又酸。百香果不要，你要苦啊？苦啊 OK， 我觉得它应该很养生的感觉，云南人。它应该要酸甜苦，而且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呐。OK， 好，讨厌跟 DJ。来，水蜜桃。很奇怪的这个食材。OK， 我拿，我随便。请看劈菜根。我觉得会有啦，虽然感觉它冷冷。因为你觉得越是不懂的，越是会有，对不对？对，有可能。臭菜。OK， 我拿。给你啦，给你。你那边的好像都没有很好。很奇怪哦，它越不像是食材，或许就是那个答案。OK， 我是走这个路线的。山楂。OK， 有。你已经拿了4个了。可以拿几个？5个。所以另外的3个里面，你只能拿1张卡。1个是不是？对。来，下一样沙姜。姜啊，那我拿了。对，你就给我沙姜，因为沙姜就是那种让它有味道出来 ，enhance the taste，就是我辣的代表。来，下一个雪梨。OK， 我拿甜的代表。百香果现在最后一次问有没有人要它，现在就考验2个了。不好意思啊，百香果没有要你啊。你这样子问就代表说它有可能出现哎。没有，因为如果这一张你们抢完之后，另外这张就给那个没抢到的。OK， 那我就交给命运。好，交给命运。来，3、2、1，黄柠檬。OK， 我拿。我插个酸的刚好，那就给我百香果吧。好 ，OK， 我觉得不管这个现冲火锅是从做法还是菜色选择都很有特色。我们一起看片了解一下。好，2位，你们都选好自己的卡牌了，到底谁输谁赢呢？现在带你揭晓答案。哇，这么多食材，不会都是用来做锅底的吧？小优。Hello， 明轩。蛮震撼的。请问这些食材都是用来干嘛的？这些食材的话，都是用在我们火锅里面做火锅底料的。有哪些是灵魂配料？全部都是灵魂配料，缺一不可。但是的话，有几样的话是比较主要的，像素番茄、酸木瓜，还有滇橄榄这些果酸，酸味都是来源于这一些食材。有辣的食材，我看有一些像是一定有小米辣之类的。我们云南的辣的话，就比较像我们本地的小米辣。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这个涮涮辣。涮涮辣，这个它之所以叫涮涮辣，就是因为它非常非常辣，它只要这样轻轻的涮一下，就已经辣得受不了了。真的吗？辣椒有一个什么评定级别吗？这个算是第几级别的？它绝对是王者级别的。王者级别？是的。你知不知道一句话叫王不见王？我今天就试试看，到底是他辣还是我辣？好啊，你没有骗我吗？没有骗你。OK， 这个算是我。要喝水吗？梦定涮涮辣。不要轻易尝试。你已经很厉害了。我们本地人来讲的话，我们很清楚这个东西非常辣，所以我们不吃。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冲臼，就是我们云南做很多菜的话，都会把它给捣碎，在云南话里面就叫冲。为了激发出食材最原始的一些香气和味道，我们就会把它放到这个冲臼里面，把它捣碎。哦。然后完了以后再放到锅里面煮，它的那个香味就激发出来了。我们这边的火锅的话，都是客人点了以后，阿姨现冲这个火锅底料。阿姨，你在这边忙着冲这个火锅底料的食材，对不对？对的。阿姨，我帮你切一下好不好？好，来。其实我们等一下会把所有食材捣碎，所以我切成什么规则都可以，对吧？好，接下来就是要把所有的食材都放进去了，对不对？哇，很多的食材啊，瞬间就成了非常散碎的食物的纤维。我真的很希望你们过来感受一下，因为不光是看到食物形状的变化，那种各种食材综合在一起的香味也扑面而来，好香啊！阿姨，我听说这个冲的过程力度也是会影响那个食材的，对不对？好像说如果你的力度越大，那个食材的味道可以更加被激发出来，是这样子吗？是的。来吧，阿姨，开始哦。好。怎么样？可以啊。行不行？行。这就是本店推荐的秘制蘸水啊！云南人的蘸水乱打都好吃。小友 ，Hello， 哎，这已经上桌了，有这么多的食材，还有各种的这个配料都在这里。对，这个就是刚刚你冲的那个冲料了，可以把它放到锅底里。再来放各种的这个番茄，这个是香叶，然后花烘，还有滇橄榄。它其实的话，它是增加那个回甘回甜。这个又是酸木瓜和洋葱。对，最后百香果，我很喜欢百香果那种清爽的味道。有百香果，有百香果。所以你们这里就直接喝，没有勺子啊？我们都是直接喝。哦，云南人蛮豪爽的哈。我们云南人的话，它其实就是讲究的是食材新鲜、山野，但是像吃饭的话，它可能用餐上呀，它就不会那么精细，重点都放在了食材上。我觉得这个汤的味道入口是酸酸的感觉，然后是辣辣的感觉，再来呢是有一点姜汁的味道在里面，真的用料十足多元化的味道。重点介绍一下，像我们的这个牛肉都是大理本地的黄牛肉，我们都是每天早上新鲜从菜市场送过来的，都是选用牛身上最嫩的那一个小里脊的部位。一头牛身上的话，它可能也就只能出个10来斤这个肉。这个牛肉的话，因为它部位选得很好，所以它不用涮，你直接放进去煮，它都不会老的。牛肉真的很嫩，而且我跟你讲，我吃之前我有点担心，我担心说这么浓郁的一锅汤，这么复杂的一碗料，我还能吃到牛肉原本的鲜味吗？可是牛肉的滑嫩，还有牛肉原本的牛肉的味道，完全在这一筷子的美味里面，好吃。然后像那边那一盘的话，它是诺邓火腿。哇，云南很出名的火腿就是诺邓火腿。对，是的，当年那个《舌尖上的中国》到诺邓去拍过，然后诺邓火腿就非常的出名。他们的火腿最主要的特性就是它是低盐火腿，它越是肥瘦相间的话，它肥的部位它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你看那个火腿刚刚其实还是一片干干硬硬的，不过下到锅里之后呢，马上变软，开始慢慢的卷曲起来了。果然吃起来有这种青春的味道。重点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什么？它叫水性杨花。因为它要水质非常干净的地方，它才能存活海菜，所以只有大理这边有，还有云南另外一个水质非常好的泸沽湖也有这个水性杨花。它在水里的话，它开着这个花，然后这样飘飘荡荡，非常的漂亮。也不知道谁就给它取了一个这样的名字。哎呀，一听还以为你是一个不好的菜，但其实你看人家什么对水质的要求非常之高。那它的价格会贵吗？很贵，而且它也是应季的，你很有口福，这一个季节才有的。
像又回到那个吃火锅的下午。有哎，因为我觉得云南的那个天气很好，凉爽干燥的，你就想在2楼吃着小火锅，跟美女吃着水性杨花，是，然后你也变得水性杨花了，是不是？一路来都是。完美的假期。所以我们谁答对啊？要揭晓答案才对嘛哈。为什么没有提到臭菜，也没有讲水蜜桃、红柠檬？我上面有一个选对嘞。现在我要揭晓最终答案，请我念到名字的是初恋，好不好？好，来第1样，雪梨，噔噔，起加1分。好，来第2样，灯笼椒 What？哈哈，哎，我都给你机会，你看你不拿的我都拿。这是我的实力，跟你无关。来第3样，水蜜桃，恭喜哥，终于水蜜桃。第4样，臭菜，哇！哇！什么叫做迎头赶上？现在我们是打成平手哦。对，应该还有多一个吧？关键呢？哎，以上的4种菜色通通没有。哎，等于你玩我们是不是？没有哎，没有哎，所以等于是在这一轮2位又打成平手，握手言和。你说这3种都有在里面吗？哎，这3种和这3种6样都有，有默契了。来，我们继续说，耶！我还没有吃到这个金耳。如果你想吃炸鸡，可是不想要吃那个卡路里的话，就吃这金耳吧。口感不同哦，有没有很像 jelly 的感觉？然后 collagen，很多的胶原蛋白在里面。是这个吗？这是什么？这个叫做茭白。茭白啊！哎，这个也是个非常新鲜的食材。那吃这个会不会考试会茭白见？很棒哎！哎，我想问一下啊，你们是会选择跟同事一起出游吗？其实我很想哎，可是我觉得如果同班是很难，因为广播上面我们大家都在各自的时段呢，要一起出国比较麻烦。可是跨台的话应该可以，比如说跟你一起出国是 OK 的，跟朋友一起出国真的很开心，对不对？我觉得在国外跟朋友有一种在新加坡找不到的快乐。我这样去云南也遇到一位朋友，带我去吃了一个很有特色的火锅。新加坡人很喜欢来云南旅行。刚巧有位在大理的朋友呢，说要带我去吃一家这个蒸汽鱼的什么火锅，我还真没尝试过哎。我的朋友诗雨，嗨，丽轩，嗨，大家好，我是诗雨。那这次呢，我们就来到大理，我要带你去吃在云南大理非常有名的蒸汽石锅鱼。蒸汽石锅鱼到底有什么厉害的？我们去试试看。走。哎，老板。哎，你好，你好，你好。哎。我们想来品尝蒸汽石锅鱼啊。OK。我们看这里有2个鱼缸哎，这2种鱼是不同的嘛？这个是我们大理的桂花鱼，鲜嫩刺少。桂花鱼。对，这个是清江鱼，叫江团鱼，这个肉比较紧实一点，这个它也比较鲜。哦，大家比较选择多的是哪一种鱼？不然的话，大人的话都选择那个桂花鱼，基本上带小孩、老人的话，或一家子都选择江团鱼。江团鱼的肉质比较好一点。所以等一下我们就直接在这边拿活鱼现捞现杀，然后现蒸哈。我们可以自己捞吗？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你来。来，请上座。加油！那个，对。这个啊？对，这个够大。哎，很乖哦。很乖，很好。哎，老姜、大葱、盐、胡椒、胡萝卜、菌菇、枸杞、大枣。哇，你看现在很多热气。哎，老板，哎，这个是蒸汽消毒第1步炸。哇，这个温度大概能够多少度啊？4500瓦。好，这个声音蛮刺激的。哦，这是幸福的声音。哦 ，OK。现在鱼放进去了，没有火把它加热吗？没有火，它是纯靠蒸汽。所以蒸汽石锅鱼的蒸汽就是热度把它弄熟。对，它是草帽，这个锁住那个鱼脂的水分，蒸汽冒出来以后往回流，形成那个鱼汤。哦，得蒸多久？7、8分钟，很快。7、8分。哎，那也蛮快的。哎，我觉得这个形象真的蛮好看的。对，下面是石锅，是后面真的像一个草帽。对，老板，我有问题，为什么会用一个类似草帽的东西来当锅盖呢？哎。为什么蒸汽石锅鱼用草帽当锅盖？你知道吗？我也忘了答案。
糟了，其实我去云南的时候，我有吃到蒸汽石锅鱼，我忘了问老板，可惜为什么是用草帽呢？我以为这是一个美观。我们大家也要争气哦。这一题我要加入一起，我真的忘记了。没事，我们每个人给答案啊。我就觉得它就是比较实际一点，它不会生锈，然后它让它的那个蒸汽可以困在里面，让那个里头的热度可以煮熟那个鱼。循环。对，而且以前可能那个，因为他们是一个古法嘛，从以前流传到现在的嘛，可能农夫啊，是一般家庭啦，耕作完之后就可以拿自己家里的那个草帽拿来盖着，然后就是就地取材。OK， 你给我一个选择。OK， 好，那我选我的第一个吧。啊，为了烹饪啊。对，因为实际的还是比较重要一点点。如果我说它的概念就是跟吃点心一样，是不是可能你用那种 matter， 它的食物的味道会变质，就是有那个原生态的青草味在里面。对，所以启家这边答案是从口味的角度，不会影响味道。你这边呢是从技术的角度，更方便把鱼烹熟。来，我们看答案。那老板就请您给我们揭晓答案。为什么蒸汽石锅鱼用草帽当锅盖？是不是因为以前云南的居民没有办法铸铁啊？因为我们云南本来就吃法比较稀奇古怪，它是一种叫云南18怪草帽当锅盖，它还是我们本地民族一种特色。我们是以捕鱼为生嘛，老一辈的话，他们都是以编草鞋、草凳、草帽为生。有一天大家吃鱼的时候，好像锅盖找不到了，锅盖找不到以后，刚好有一个草帽就盖上去。草帽的话，它编织完以后，它要经过7天的暴晒，然后浸透再暴晒，去除那个生草味，蒸汽鱼加进去，然后那个草帽一盖，出锅的时候它会带着一种淡淡的那个草香味。先喝汤吃鱼，然后我给你上一些白族特色的配菜。好。这个汤啊，奶白色的，完全是，而且汤里面啊，你看还有很多红枣、枸杞和香菇在里面。赶紧给我补一补，奶白色的汤，而且汤的温度还蛮高的。哎呦，超新鲜哎！这种白汤里面，你知道最富含的是什么？蛋白质。没错，你看那个鱼身上鱼皮啊，就富含很多的胶原蛋白，所以完全融在汤里面。你现在有没有觉得说话嘴巴上面黏黏的？有黏黏的，就是胶质在里面。给你来片鱼肉。干！哇！我一直觉得这个蒸汽石锅鱼啊，它应该是蛮清淡的，可是真正吃下去，味道非常之浓郁。这个鱼肉啊，你看。蒜瓣肉，就这个鱼肉一块一块的，就像那个大蒜的蒜瓣一样，非常的紧致跟饱满。我觉得它的那个蘸料把它的鲜美发挥得很好。你看到里面不光是有秘制的腐乳，还有蚝油、青葱、香油，还有辣椒酱。腐乳的那个豆香味很好的融进了整个的蘸料里面。加上香油提味道，还有就是呢，葱花在上面，又带有一点点植物的清爽，所以说整个的口感非常丰富，层次也非常多元了。上菜了啊！还有菜啊？有，豆腐，自己家做的水豆腐，鱼配豆腐是绝配。这个你看得出来的新鲜，现切小黄油，自己家农田种的那个豌豆苗，烫一下就可以吃，非常嫩。哇，很脆口，很脆爽。对，帮你涮一片牛肉。其实牛肉呢是一个脂肪含量比较丰富的肉类，而鱼肉呢是一个蛋白质含量比较丰富的肉类，所以我觉得鱼肉跟牛肉配合在一起，就有了鲜味之余呢，也让这个汤味多了一丝油脂的香味。其实这个火锅世界各地到处都有，但最重要的是呢，不同的火锅有不同的饮食文化还有历史在后面。更加难得的是什么？今天我们朋友可以坐在这里。围炉开吃，对，太棒了，真的。以茶代酒，干一杯。来，干一杯。等一下，可以帮我把刚刚我的那个答案的第2部分剪进来吗？这样哈，就可以了。一直泼出去的水了，没办法。我跟你说，我本来看到那一段啊，我就觉得你很惋惜，因为你本来是如此接近正确答案。是啊，我觉得也可以算是对吧？因为我有讲出来啊。然后我就想说，那这一题可能要打成平手了。结果老板后面又补
充，对，还有说有这个味道上的那种帮助。好了，是我的这个分数。最终因为坤华没有选择历史跟民俗的原因，而启佳也没有非常准确，但至少他猜对了味道方面的关键，所以启佳拿下1分。我争气了，我争气了。那我觉得李云轩你偏心。没有，没事，来哥，请你吃一个肉丸。哥哥们。啊，谢谢，请吃，请吃。来盛饭，我期待。这个泡了饭这有不错，真的。我们3个是有多饿？哎，主持人，你下班了？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你们一边吃呢，我一边把最终考验跟你们分享。还有考验。最后一个定胜负了。最后这一个哈，它其实是一个跟音乐、韵律、节奏有关。哎呦，我会给你们一个节奏，类似是这样子的节奏啊。喂，然后呢，说出一些主题的词语或是名称。哦，大家大概清楚吗？好，大家先加入我的节奏。在吃火锅的时候呢，怎样？我们会说什么话呢？加汤。加料。围炉开吃。太咸了。太甜了。我要筷子。我要豆浆。加水。算一算。分手吧。下单。加点。买单。菜单。等一下去哪里？我饿了。我要唱 K。加饮料。我吃饱了。我很饿。谁买单？不是我。是他。下次跟谁吃？哎，我不想来了。大团圆。好吃耶！番茄锅。哎！是我了，是我。好，那我们要特别的恭喜今天的赢家就是朱坤华。耶稣可以去云南了，可以带上我吗？好，来惩罚。没错，惩罚就是我们准备了2个新风，分别是真心话和大冒险。我们呢尊重你，所以你自己做一个选择。我有一个 podcast 叫我们的心里话，因为我很擅长说内心话的，所以我要选真心话。我要问他是不是？对，你要问超他。会的。OK， 先来一个温和的，请告诉在看节目的朋友，你3个比较奇怪的癖好。奇怪哦，好多，要选到3个。对，你大概有300个啦，不过今天不用那么客气，讲3个就好。我每次回家的时候，我会用那个 alcohol swab 来擦我的手指。OK。然后第2个就是我不常洗头。啊？什么？等一下，你吃完火锅之后会不会洗？啊，那个吃完火锅一定会。OK。可是我有过，就是我今天吃了火锅，可是我明天才洗。对，我可以3天不洗头。完了，启佳这个节目哦，其实很大哎。幸好我已经嫁了，可以讲实话。就一个癖好，我不喜欢跑进一个快要关的地铁列车的，对我有一种恐惧跟焦虑，我喜欢这种感觉。其实蛮好的哈。是啊。你很难想象一个人有一个会清洁手机和不洗头兼具的癖好，是一个很大的冲突哦，很难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来，第2题。第2道题，你知道我们常常在节目上面访问很多的明星嘛，哪一个是你最不喜欢的？那就是张雨生啦，因为她太漂亮，然后太有才华，她身材又太好。来。OK， 好，下一道题也是最后一道题。哎，哇，现在你在这个行业，你觉得谁跟你的竞争是最大的？那当然就是林轩啊，因为林轩这么有才华，是，又会煮火锅，又会主持，又会玩游戏。没有火锅不是他煮的，就是别人煮。他帮我们下菜，他多有绅士风度。哦，好啦，3个真心话大冒险，不错啊。那我们现在请出今天赢家获胜的奖品：机票。我比如说，不是这个5天4晚或者是7天6晚，只是云南3天2晚的行程，由林轩帮你带回了云南特色的菌菇。什么嫌弃的表情？好，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多跟对你有益的朋友一起吃非常有益的火锅。没错，那是有毒的，那就麻烦去掉。吃云南火锅，请注意安全第一。对。谢谢启佳，谢谢坤华，希望多多围炉开吃，谢谢。太
有诚意了，这个姐夫有诚意了，好可爱哦！完全做成菌菇样子的甜而且品。你看它põ的，你看。有喜爱这个奖励吗？老实说，我最喜欢的是这个。你知道为什么要送你这个奖励吗？为什么？它很像一个生日蛋糕，而你的生日就是已经过很久了，菌菇诞生的季节。我们同生日7月份，所以今天来请你们吃菌菇活就有这个特别的，我们一起分享啦，来。耶 ！Nice。